跳得太慢了。因为体检听我心率的时候，就说那个大夫就说我的心率太慢了，跳，问我是不是运动员。他说如果是运动员的话就是正常的，是运动员，因为他说运动员的心率一般都很慢，然后问我是不是平常经常运动，我说是的，他说 OK。当然了，后面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也可以再去做一做心电图。如果心电图什么的做完了以后，觉得心脏是没有问题的，那就是经常运动导致的心率过缓，那就不用担心了。等我有时间了再去复查一下。然后呢，这个血糖偏低，但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血糖偏低测出来的，也有可能是因为我那天是很久没吃饭了，然后前一天刚结束完一个活动，然后晚上就是那个活动，就是果子的那个活动，那天基本上没怎么好好吃饭。果子的那个综艺嘛，也不是综艺，就是那个线下的那个活动，夏日奇遇日，盛夏奇遇日，刚结束完那个，然后就赶回去，然后第二天早上又不能吃早饭去测，然后就导致很久没吃饭，都不是那天晚上都没好好吃饭，然后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可能测出来血糖偏低。然后血糖偏低又导致了我那天的血压也偏低，但是都只是低了一点点，没有很低。然后呢，还有啥？然后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哦，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朋友们，有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对我来说很严重，对你们来说可能一点也不严重。他给我抽了很多血那天，然后有一管血。手咋了？嘿，你们不提醒我，我都没发现。这个实在是不好意思，刚才吃东西的时候蹭着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吃东西的时候蹭着了，那个甜菜根粉，不是血，是甜菜根粉，然后打湿了一点，沾湿了一点，蹭手上了，实在是不好意思，谢谢提醒。不是，实在是不好意思，很尴尬啊！你们白担心了，让你们白担心了。要不说你们眼尖呢，什么都逃不过你们的眼睛，这都能看着。OK 啊，对，我还没说完呢，有一个什么少吃什么，我刚看有谁发了。少吃海带、海菜、海苔、花菜、海鲜，一定要少吃。好的，谢谢，非常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去测了过敏源，
我都不想说，一说起来就难受。唉，我一说这个事情我就难受。我对鸡蛋过敏，黄瓜过敏，那没有，你们是会安慰人的，那我没有对黄瓜过敏啊，那幸好，我只是对鸡蛋过敏，黄瓜不过敏，黄瓜我可以随便吃，黄瓜我可以大吃特吃。对女人过敏，你短剧看多了你，对女人过敏，神经病。我对鸡蛋过敏，朋友们，我最爱吃的就是鸡蛋，早饭。我之前早上在组里的时候，每天早上都要吃5个鸡蛋。然后告诉我鸡蛋过敏，然后有一天我早上吃了5个鸡蛋，中午又吃了2个鸡蛋，晚上又吃了2个鸡蛋，然后那天我就浑身开始起小疹疹，起红疹，胳膊上开始起红疹，然后我当时还不知道我鸡蛋过敏，我还给我的团队说我太辛苦了，你看我这累的我免疫力都低下了，都开始起红疹了，我要休息。没有想到是因为我的鸡蛋，我吃了太多的鸡蛋，我没有想到是我的鸡蛋过敏。不是跟量没关系，不是吃太多，就是我对这个东西它过敏，就是我只要吃了它或者含有它的东西的食物，我就会乏力，然后身上起红疹，然后脸上起小疙瘩。我连蛋我都不能吃，你别说我煮鸡蛋了，煎鸡蛋什么这些不能吃，我也不能吃那种面包，因为面包里面还混了那个蛋液、蛋清什么的，然后还有什么，就反正沾蛋的都不可以，蛋糕也不行，对，蛋糕也不行。不过好在我本来也不吃蛋糕，只是我不能再碰鸡蛋了。蛋清蛋黄都不行，鸡蛋这个东西就不行。所以我就是体检之后，我就这个过敏这个东西啊，对鸡蛋过敏这个事儿它是先出来的，所以我在拍金婚的时候，我上个组开始我就没有吃鸡蛋了，只是我今天才正式向大家宣布这件事情。我在上个组拍金婚的时候就一个蛋都没吃过了，然后确实感觉到自己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身体也好了很多。对啊，我现在记住了，我的过敏源就是鸡蛋、韭菜，就还好，因为有的人他测出来以后他过敏源还挺多的，就对好多东西都过敏，我还好，我只是对鸡蛋和韭菜过敏，就只是对这2个东西过敏。你们帮我吃，唉。朋友们，你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其实也可以去医院测测过敏源。你们也可以去测测过敏源，因为有些东西是你们意想不到的，就是从小吃到大的东西，你去一测发现你过敏，因为它有的过敏不会特别明显，
会让你发现，就是一吃你就立马就不舒服，很明显的过敏反应。有的是那种慢性的过敏反应，你自己发现不了，但是你如果长期吃的话，对你的身体有伤害。比如说鸡蛋，对我来说。所以有时候你们可能对某些东西过敏，但你们一直在吃，然后你们身体可能会出现一些小小的不舒服，你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们去测一下，你们就可能会找到原因了。一个小建议。然后我听说他这个过敏，我又去查了一下，我听说他这个过敏，对某个食物过敏是会变化的，随着你自身的免疫系统，它是会变化的，所以有可能我将来再去复查一下，我有可能又不过敏，我又可以去吃了，也有可能。这是美好的愿望。我不能没有鸡蛋，我不能没有鸡蛋，我不能没有鸡蛋。可以提高免疫力，我在努力提高我的免疫力。所以你们会发现，我前段时间因为我连轴工作，导致我免疫力低下，其实身体积累了很多的问题，然后现在在慢慢的调理，在慢慢的改善，在努力的恢复身体健康。因为我自己有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如果休息好了，恢复的好了，然后再进组拍摄的话，整个人的状态确实是和连轴转的时候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不是说你硬撑硬顶，你靠咖啡啊，靠提神的东西啊，然后或者每天保证你8个小时的睡眠，你就可以去这个组完了，紧接着进下一个组，下个组完了，紧接着进下一个组，然后那个拍摄这个活动，你就是连轴不用休息的，哪怕你保证了每天的休息时间，哪怕你保证每天你的吃饭规律，然后你的状态始终是会累的，状态始终保持不了100%的状态，你还是会缓慢的去降低你的那个数值，然后那个疲惫的感觉就是会在你脸上浮现。所以你们会发现，我上个组拍摄的时候，你们如果线下来了能看到我本人的，然后线下来不了，然后你们能看到线上我的路透的，你们会发现我上个组的状态非常的好，就整个人就是没有疲惫的感觉，然后妆容什么的也很服帖，基本上不会卡粉，不会出油，皮肤状态也很好，然后精神状态也很好。就是因为前段时间休息了，好好休息了一下，好好的给自己充电，所以整个人状态很好，然后在剧组拍摄过程中也很有劲儿。所以我觉得我还是需要劳逸结合的，我做不到那种这个组完了紧接着下一个组，那个组完了紧接着那个组，一直拍，我会累，我累了的话我就没法保证我的工作状态，同时我也没法保证我这个线下互动的状态，然后你们在线上你们来不了线下的，在线上看到我的路透状态也不太好，就我觉得找到那个平衡点很重要。但有好本子肯定还是会接的，
就是我上个组在拍摄过程中啊，上个组金婚嘛，在拍摄过程中，然后我和侯成月老师，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在控场的时候，没有控场，我们上个组没有控场，我们男女主是从头到尾没有一场控场，拉满的状态，就是在比如说调灯光的时候，在现场我们俩在等那个调试灯光啊、调试镜头的时候，我和侯成月老师聊天，我就说他今年真的很拼，然后就是感觉拍了很多的个戏，然后我问他累不累，我说怎么就这么拼呢？他说他很累很累，他也很想休息，但是有好剧本递到他手边的时候，让他看到了以后，他确实也是不舍得就这么放过，就这么错过这个好剧本，就是还是会接，就哪怕已经很累了。其实我听到这句话，我自己也很有共鸣，就是你说我现在跟你们在这说，我说我一定要休息，好好休息，我说我要劳逸结合，找到一个平衡的点。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个很好的人设、很好的剧本、很好的团队来找我约我档期的时候，我可能还是不会拒绝，就哪怕我已经上面已经连拍了3-4部了，他去找我的时候，我可能还是不会拒绝，我可能会先去争取一下，我说能不能这个项目能不能往后延期一段时间，推一下，让我先休息一下，因为我已经连续工作了很久了，我怕我自己的状态不好影响拍摄，如果实在是延期不了，那我可能还是会接。就是我和侯成月老师都是这种人，就是每天一天天的天天都在那喊好累啊，要休息，然后如果真的有一个好项目来找，还是不会拒绝的那种演员。因为我们都知道机会难得，遇到好剧本的机会很难得，遇到好团队的机会难得，所以有时候真的是不忍心错过，不想去错过，错过了会觉得很可惜啊，是这样的，好剧本真的很难，你们应该也是对吧，能感觉到最近越来越少的精品的项目在开机了，我感觉总体的项目都变少了，然后你们应该也能有听说好剧本越来越少，好项目越来越少，不像去年啊，或者说是今年年初啊，项目那么多了，可供我们演员选择的项目那么多了，所以有的时候休息啊，还真的不是主动选择的休息，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好剧本，这个时间段没有好剧本找我，或者说是剧本很好，但是男主人设不好，或者说是剧本的前半段很好，但是后半段有点虎头蛇尾的意思。就是我拍到现在这个阶段了嘛，也不像说是我前面几年的那个状态，有剧本我就要接，有活我就接。我拍到现在这个状态，我有这么多喜欢看我的剧的我的剧粉，我就会有一种责任感和压力在，我就会觉得我如果要拍，我就要确保它拍出来之后它的成片是好的，它是好看的，它是有内容的，它起码我们说不追求一个剧的上线的热度，起码我觉得拍出来观众是买单的，不会说是我拍了一个剧出来，让观众看成片说梁思伟这个演员怎么什么本都接呀，怎么什么戏都拍呀，拍这什么东西啊，拍的是，我不想听到这样的评价。我哪怕说是我空着，我闲着，我待着，我也不想说是来个本我就接，来个本我就接，我还是想要好好挑一挑本的。所以各位，我知道你们很喜欢我，很在乎我，
不想看到我有这么有这个空窗期，有这个空闲下来的时间，你们就想看我一步接一步的拍，然后一步接一步的上剧，不想看到我闲下来，因为你们怕我闲下来之后很快就会被短剧的其他的短剧演员给取代掉，或者热度会下降。但是我想跟你们说的是，我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作为粉丝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你们也是出于一片好心，是为我好。我想说的是，我有时候休息和空窗真的不是我主动的选择，就是因为现阶段没有这个剧本好的剧本，高质量的剧本去找我，是不得不休息。因为我觉得，你们有一部分粉丝是事业粉，但事业粉，我觉得什么叫事业？就是我觉得要拆分开来，事业首先它前面是事，后面是业，就是你得做事儿，你得做事情，但是我觉得后面那个字儿更重要，就是事业的业，就是你这个事做出来，它要有业绩，它要有成绩，加起来才叫事业。如果一个事做下来之后，你做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事没有业绩，没有成绩，那你就只是在做事，你不是在做事业。所以你有的时候我在忙碌的时候，我也在反思，我自己也在反思，我现在是在做事还是在做事业。我有时候把自己排得特别的满，因为有的时候确实人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嘛，你这个阶段可能什么都不想干，就想摆烂，然后下一个阶段可能就我要把自己排到满，塞到每一分钟都要去拍摄，每一分钟都有用，就那种人是一个起伏的有一个阶段的起伏的。然后那段时间我就在反思，我说我把自己排得这么满，我到底是在做还是在做事业？这个项目拍出来真的会有成绩吗？观众会买单吗？我的状态现在跟得上我的拍摄节奏吗？我状态不好了，拍出来的东西不好看了，观众会买单吗？对我的事业发展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所以有时候我也会陷入这样的一个反思当中。现在我反思下来，我的总结就是有好剧本了一定要接，不能错过，没有好剧本了也别硬接，也别就是说一定要让自己特别特别忙，特别特别满，但是呢忙的那个事儿，干的那个事儿又对我们的演员加成又不大，没什么成绩，甚至说是减分，不说加分了，甚至说是减分。所以我可能现在主要的精力是在挑选好作品上，而不是在把自己试图塞满这件事上。对。然后后面也有很多待播剧嘛，包括周二啊，周二也快上了，然后包括破茧啊，然后金婚咱们不是刚拍完吗？也在后期了，金婚2也在后期了，后面也是有源源不断的剧会上线的。我肯定是不会让自己完全没有剧上的一个状态，因为我非常非常的理解你们喜欢我，想看到我的源源不断的作品产出，我觉得这是对我莫大的认可，我太开心了。就是观众喜欢你的剧，真的是对于演员来说太幸运了，我特别喜欢。对，而且现在因为都在做精品剧，就是那种快节奏的短周期的越来越少了。现在每一部戏从这个定妆开始，从定妆到杀青，少说得有个9天，多了可能11、12天都可能有，
有的组还会定桩2天，就是定桩1天，围堵1天，等于说前期筹备就得2天，然后再包括你这个城市之间的周转，因为你到那个剧组不是还得不可能当天去当天定桩吧，你得前1天去，然后算上那个车马的时间，你前期筹备就得3天。然后再加上正式拍摄，现在正式拍摄从原来的6天的周期，6、7天的周期，现在基本上普遍都是9天左右，9天左右，9天到12天。你想前面3天加上这9天，一个戏从筹备从进组到出组就得10天到11天左右。如果说你1个月要接3个组，1个月你要接3个剧，11天乘3 33天，你1个月不够你干的，你明白吗？就是不可能。现在我们现在不可能再做到像以前那样一个月接3部剧4部剧了，不可能了。你从制作周期上来说都不可能，你更别提演员的状态能不能跟得上了。你就说是每一天都利用上，没有1天空闲，这个组完了接下一个组，紧接着接下一个组，就这样算你1个月都不够3部戏的。是这样的，真的就是看世界杯了吗？虽然世界杯很火，而且足球呢是这个世界的很火的一项运动，但是啊，坦率的说，我不撒谎啊，我很诚实的，我坦率的说，我不看足球，因为就是我这个他们是聊什么欧冠啊、英超啊，就这种很火的这种足球俱乐部啊，我跟他们就没话题聊，我不懂，一个名我叫不出来，因为他们这种足球比赛开赛的时间，基本上在国内的话，你要去看那个直播，你得凌晨3、4点爬起来看。因为大一点的足球俱乐部不都在欧洲吗？欧洲啊，欧冠、英超，什么西班牙联赛，什么乱七八糟的，这种跟咱们国内的时差就刚好就是太颠倒了。他们开赛的时候，我们在凌晨3点，我们正睡着香着呢。你知道我这人，我不可能熬夜看球的，我不可能半夜爬起来看球的。我白天要干的事还很多呢，我熬夜爬起来看球，我第2天白天我一整天我都昏昏沉沉的，不可能。所以我就没有看足球赛的习惯，我不看足球赛就导致我不认识那些人，我就导致我没什么兴趣看他们踢球。你说篮球还行，因为篮球你像 NBA 的开赛时间基本上早上8点、9点、10点，这会儿我刚起床看看球赛多舒服呀，对我来说刚刚好。所以 NBA 我看的是很多的，篮球你跟我聊能行，足球聊我确实是不太懂，一窍不通。那天我听他们说越位，我都不知道啥意思，我还专门去搜了一下越位，怎么叫越位，就我足球规则我都不太懂，平常也不踢。然后因为这个足球，但我听说足球很累，很减肥，因为上下半场加起来不算伤停补时的90分钟，可能他们说一个球员场均跑动距离得10多公里。哇，我说这个运动太累了，太牛了，真的。哎，朋友们，肚子有点饿了，给你们现场制作一下我的下午茶吧。有什么爱好？马上就有了。我的爱好就是做饭，就是制作美味的下午茶给你们看看。
你们稍等我一下。我回来了，我去准备我下午茶的食材了。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猜到我下午茶吃什么。我觉得下午茶就是要简单一点，就是我会找那种尽量不用开火的东西做，就是不用开火。黄瓜早上已经吃过了，当然了，再吃一根也 OK 啊，谁规定的一天只能吃一根黄瓜？黄瓜再吃一根也可以。我已经开始流口水了。酸奶，无糖酸奶，还有一勺美味的蛋白粉。我这个蛋白粉是我新买的，因为我不是对鸡蛋过敏嘛，所以我就努力挑选了一下蛋白粉的那个配料表，我挑选了那个没有这个鸡蛋提取物的蛋白粉，还挺贵的，水解的。然后搅拌，大厨正在做饭呢，仔细学，每一个步骤都异常的重要。逆时针搅拌10圈，再顺时针搅拌10圈，再把旁边的没有溶解的蛋白粉扒拉到中间，再顺时针搅拌5圈，再逆时针搅拌5圈，完成。然后还有酱汁还在不断叠加。
奖池还在叠加。Banana。Just do it， 哈哈。Just do it。哇，超新鲜，超级新鲜！这根香蕉太巨大了，太大了，朋友们，这根香蕉我感觉都够2个人一起分享了。这是蕉王，这根香蕉我愿称它为蕉王。今天蕉王就让我吃了，如果对香蕉过敏的话，我也会崩溃的，因为我也很爱吃香蕉。还没完呢，奖池还在叠加。你以为我的下午茶只是酸奶这么简单吗？不，我要做一个很精致的东西。我专门买的酸面包。而且我看了配料表，这一款酸面包里面是没有鸡蛋蛋清的，它就是只有小麦粉、全麦粉，这个酵母、水和盐，很干净，没有鸡蛋，它就是纯纯的那种小麦发酵的，然后涂抹，哇，我是天才！哎呀，哎，你们去吃漂亮饭的时候，难道没有点过这种吗？这种开放式三明治，他们不是也就是一片面包上面给你抹上一点什么奶酪酱，然后上面再铺点小水果，然后一份卖你48块钱。你看我这个立省48元，太值了，而且还是高蛋白。谁说的好友饭所里？谁？是谁？我高低给你摆个盘儿。哼，等我一下。我真的好忙啊，我吃个下午茶都给我忙瘦了。我已经很精致了，你看我吃个香蕉我都要切一下，就是为了给你们展示我精致的摆盘。天哪，看起来太有食欲了吧！天哪！真的，我真的很推荐你们尝试一下。看看怎么样？刚才质疑我的声音呢？香蕉希腊酸奶。开放式法式酸面包，三明治，这是我给它起的菜名。
我这一份只需要卖38，便宜10块钱，太良心了。我跟你们说，真的，你们去那个西餐厅啊、漂亮饭餐厅看看去，长得一模一样的，他们真的卖48、58，他们真的卖这个价，不是我吹，跟我这做的长得真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朋友们。呀，忘了粉丝先吃了。啊，没事，我吃了这头，你们吃这头，这头我没吃，粉丝先吃。好，你们吃完了我吃。哇哇，这酸面包好干巴呀，嗓子都能去离2里地了。哇，好干巴。干巴浪子。好吃，真的很好吃，朋友们。他说不是人吃的，不是人吃，骂我？你是在骂我吗，朋友？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讲一个观点啊，有的时候你想收获健康，你真的不能吃人吃的东西。你如果你家里有养宠物的，养狗狗的，你就跟着你家狗吃，你会发现特别健康，有没有道理？你看狗狗不能吃重盐的，不能吃重油的，不能吃辛辣刺激的，狗狗只喝水，不喝饮料，也不喝酒。狗狗生活规律，是吧？到点就睡觉，到点就起床，然后狗狗每天还得遛，就保持规律的运动。然后狗狗吃高蛋白的，是不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碳水。你要照你家狗这么吃，你不得健康死？你想想狗吃的，你再看看我这个，是不是觉得这个好吃多了？有没有道理？你现在再看我手里这个，是不是觉得美味多了？起码比狗吃的好吃吧？这个狗也不爱吃。你骂太脏了你！狗不爱吃吗？狗爱不爱吃我不知道，我挺爱吃的。狗还不用上班，朋友，你这个说到点子上了。
你这个是真说到点子上了。狗健康真的是因为它不用上班？哎，也不是，但是有很大原因是这个。哦，听说有台风了。对对对对对。最近在杭州啊，杭州或者周边的朋友们，你们要做好这个防范措施。听说这个那个台风要来了，好像叫巴威，这次台风是不是叫巴威，还是威巴？忘了。说是风力很强，什么有可能断水断电什么的，要小心啊，朋友们。作为一个西北孩子，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面对台风，但反正你们做好防范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提醒你们，因为我对于台风也是零经验。17级的巴威，17级是什么概念啊？有没有沿海的朋友们给我科普一下？17级算是很厉害的台风吗？因为我之前一直在西安，我确实是没有经历过台风，台风对我们来说很陌生。17级算是一个什么程度？很大很大了，可以把车吹飞。风顶17级，人像风筝一样挂在天上飞啊啊！17级，这么严重吗？这么严重？我这纯是无知者无畏，我是真的不了解，所以我不怎么怕。听你们这么一说，我真的想跑了。听你们这么一说，我真是有点想溜走了。我要回家了呀，我要回西安，西安没台风。那我真是要被吹得挂在天上飞了，把我当风筝放了，把我直接吹回西安，机票都不用买了，吹回我家里，我让我妈把门打开，直接吹回我床上去。惊魂2 8月应该是可以上，它应该是要暑期档上的，所以应该是8月的暑期档上。节约路费，哇，老节约了，我可老节约路费了，太节约了，朋友们。对，浙江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朋友们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自然灾害很可怕的，天灾啊，很可怕的。大自然的要对大自然保持敬畏，大自然的威力真的，人类在大自然面前非常的渺小。
西安超级热。现在哪儿不热呀？杭州也很热，横店也很热，都很热，超级热。就是下雨归下雨，横店我前2天拍的时候，横店大暴雨，那天晚上，横店大暴雨，就爆的，就那天拍我和侯成岳老师、江可行和方以珀的大结局，求婚的那场戏，婚礼。惊魂2的大结局那天晚上，本来都说不能拍了，因为下了特别大的雨，大暴雨。我在屋子里，我以为那场戏要甩掉了，我甩到后面去拍了，结果下了一阵儿就停了，还好，下了一阵儿就停了，特别大，然后还是正常拍了那场戏。我穿了一身婚礼的西服，还挺帅的。结果虽然前1秒还下了很大的暴雨，但是我在拍那场戏的时候还是很热。就是现在的天气，横店的天气已经是你再怎么下雨它都很热的，就是下不透。再怎么下雨，下再大的雨，它都还是热。东北不热，东北不热，东北不热好啊。东北太大了，东北太大了。你比如说，黑龙江和辽宁都是东北，但是可能他们2个地方的温度还不太一样，他们2个省的温度还是不太一样，对不对？东北太大了，纬度都不一样嘛。黑龙江可能要更凉快一点。然后包括辽宁这个沿海这个海洋也会影响温度，也会影响气候，更复杂了。绿水得发，惊魂2抱，绿水得发，没错。我拍惊魂2的时候也喝了好多水，一定会爆的。我每天喝6瓶水。我拍惊魂2的时候，我每天7瓶，多加1瓶，爆。爆。惊魂2还费春，记性还挺好的。朋友，你的记性还挺好的。又偷偷开直播，我没偷偷，我还偷偷开了。直播间的朋友们，告诉他我有偷偷开直播吗？我就差写脑门上了。我2点开播这个事情，我的小事都开始玩梗了，专门发了一条视频。我就差昭告天下了，你怎么说我偷偷开直播呢？去果子翻牌 ，OK，之前因为在组里嘛，特别忙，然后就没时间搞那个，然后这2天休息了，我再去翻牌去。因为听说我的那个星光榜上找不着我了，就应该是因为我1周在组里没怎么活跃，然后就没有就星光榜就找不着我了。没事儿，我这2天我不是有空吗？我多翻牌，你们就多给我留言，咱们多互动，应该星光榜就会又有我了。朝朝暮暮在重庆拍的，对，朝朝暮暮是在重庆拍的。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翻翻翻，都翻，都翻都翻。啥时候在北京？我不是刚从北京回来吗，朋友？那个活动忘了吗？我拿个吸水鼓，那跟做法一样，呜，往你脑门上放，然后拿那个什么非洲鼓，梆，当，当，那个活动，我刚从北京回来，北京也挺热，北京也热，哎呀，北京也是热，但区别在于，它跟浙江这边区别在于，北京是真的是干热的，北京是干热的呀。我在杭州热顶多是就闷闷的感觉，喘不上来气儿，但是我在室内还行，在室内把空调一开就好了。北京是真的干啊，好干啊。北京也热，然后它是特点就是干。我去北京那2天，我回来我嗓子就开始疼，就干的不行。然后你开空调就更干，因为你像浙江这边潮湿，然后你开空调还能中和一下。你北京是外边本来就干了，然后你开空调就会更干，你不开空调就会热，所以你必须得开，所以就导致你室内更干了。西安也干，但没有北京那么干。北京是我现在去过的所有城市里面，我觉得最干燥的一个城市。西安也很干。所以朋友们，你们看我多久没有回家了？我甚至现在已经适应不了北方的气候了。我现在觉得，我现在身体已经适应了杭州、横店这边的天气了。我觉得潮湿一点还挺舒服。我多年以前第一次来横店的时候，把我潮湿的我有点难受。我现在已经非常适应了。我现在反而回到北方，我去北京，回到北京，什么回到北京？反正就是回到北方城市，我反而有点不适应那边的干燥了，因为我太久没有回去了。因为我这2年，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到现在，我真的有点太失业了。我都让自己有点感动了，太棒了。北京豆汁好喝吗？听说我1碗干了，你们怎么知道的？这你们都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这个事儿我都不打算宣传的，我怕你们会以为我有异食癖。段美阳直播，美羊羊说出来的。哎呀，大嘴巴，这都给我说出来了。我不打算说这个事儿啊，我怕你们会觉得我没有味觉。就当时我们一块儿那活动结束了，一块儿吃个饭，说是，然后美羊羊吵着说是，一直说给他来碗豆汁儿让他尝尝，然后上了一碗豆汁儿，他尝了一口，他哕了。然后敏捷说：“你怎么那么夸张啊？怎么可能？你这太演了。”然后敏捷尝了一口，也哕了。然后那没办法，点都点了，那豆汁挺贵的。你知道我们是在一个还挺大的一个饭店里吃饭，然后还专门订的包间，因为我们团队人多，三个艺人的团队都在，人挺多的，然后就确实还挺贵的。那豆汁儿，你想想，平常你可能搁外边菜市场买豆汁儿3块钱一碗，在那种地方买豆汁儿，那可不是3块了，你得30了，加个0后边。你说你点都点了，他俩都喝了一口不喝了，那咋办？那只能我喝了呗。旁边也没有男生了，团队都是女生，也不可能喝他俩剩下的，那只能我喝了。然后当时我心里就想着，这东西绝对不能品，你品了就完了，你细品它的味儿，你就绝对喝不了了，就开始哕了。所以我索性他那一碗上来，我就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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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一口气儿没喘气儿，就直接干完了，就直接给干完了。所以其实
回味下来，我觉得也就还好，也可能是因为我喝太快了。我觉得豆汁儿还好。对，我们不是异食癖，我们只是会过日子。这总结的不错。我不是异食癖，我只是会过日子。啥味儿？就是一种你在豆浆你们都喝过吧？就正常的豆浆，然后不加糖，原味豆浆，然后你把鞋脱了，然后把袜子再脱了，然后放到里面搅一搅，然后把袜子拿出来，然后再穿上，然后再把鞋穿上，然后喝，就那个味儿。当然了，你把袜子放到里边拿出来，你不穿上也行。如果你嫌湿了不好穿，我就是想形容一下那个味儿，就是那个味儿。所以没有尝试过的朋友，确实没必要尝试。那玩意儿也不是啥好，也不是啥特别有营养的东西。就你不喝它，你喝了它，你也不会多活几年。你不喝它，你也不会是吧？没必要非得尝试，咱都没有异食癖。哎，是不是啊？好，那既然这样的话，你们现在是不是觉得我现在手里这个东西还挺好吃的了？你看，所以有的时候啊，好吃和难吃它是需要对比的。你再看我手里这个东西，是不是觉得珍馐美味，人间极品？你看，刚才你们反应太剧烈了，搞得我都不敢继续吃了。既然聊到了豆汁儿，那你们和豆汁儿做个对比。朋友们，我这个我只能说是夯爆了。你看多好，这不对吧？这很对啊！我一直在布局，这是我布局的一环，这就是我的布局。为了让你们方便接受我的厨艺，我甚至不惜用那么形象的描述去描述豆汁儿。干了。哎，对比完硬生生的看顺眼了吧？你看看，美味是需要对比的。我不是异食癖，我不是异食癖。来新疆吃美食啊！你别说，我真的挺想去新疆吃的。我觉得新疆的东西真的好好吃。首先，新疆的羊肉我就很喜欢吃。听说新疆的羊一点都不膻，是不是？有没有新疆的朋友解答一下？新疆的羊是不是一点都不膻？然后新疆的还有什么？新疆的
羊肉串儿，不膻。羊肉很好啊，你只要不吃太肥的部位就好了。你比如说吃点羊里脊，吃点羊腿，都很瘦的。然后羊排你就挑瘦着吃就行了，都很健康，蛋白质。其实关键是做法。你同样一块羊肉，你如果烤着吃和你水煮着吃，它就不一样。手抓饭，手抓饭啊！手抓饭也可以尝试，毕竟现在在增肌，可以吃碳水。羊肉过敏，羊肉过敏太可怜了。羊肉过敏，牛肉也会过敏吧？我觉得对羊肉过敏的，对牛肉可能也会过敏。对我不过敏就行。天哪！直播间来了一个油王，你就可以去和短剧里面的男主比比谁更油了。香蕉是这个世界上最难吃的水果啊！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不爱吃香蕉？香蕉的心碎了，我的心也碎了。好吧，谢谢你，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多元。原来真的有人不爱吃香蕉，而且还不止一个，好几个都不爱吃香蕉。OK 了，朋友们，因为我后面还有事儿，我还有自己的私事儿要完成，所以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吧。谢谢大家陪我一起吃了一顿非常美味的下午茶，精致且美味的下午茶。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吧。我们下次见，下次应该是11号了，下次再见应该就是11号了，很快就会再见了。你看嘛，你数嘛，现在是9号，是9号吧？9号、10号，今天已经见了，10号、11号，11号又见了，中间只空了一天，
很快的。拜拜，朋友们，拜拜，不要太想念我。想念我的时候，就喝一碗豆汁儿。拜拜。